我的西瓜园成了邻居的免费采摘场，每天都挑我不在的时候来。王大妈、李强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叫唤什么死丫头片子？吃你几个破瓜怎么了？就是，你这瓜也就那样，一点也不太甜。这是咱村要送省城品瓜大会的瓜王，一颗至少1000块。你这是断了全村人的活路。1000块，那感情好。这地是村里的，长出来的东西就是大家的。强子，既然这瓜这么值钱，明天把地里的瓜全拉去卖了，给你换那辆新摩托。好嘞，妈，明天咱们先把这个最大的拉走。死丫头，明天把门开大点，省得我们进出不方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张经理吗？我要订购最厚的钢板围挡和防切割网。对，加急，今晚必须运到陆家寨。宋清芷那丫头在外面创业失败，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回村种瓜就是为了骗国家的补贴。真的假的？那丫头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怎么不是？她还偷了村里的公款买化妆品，穿得光鲜亮丽，心里比谁都黑。王大妈，你胡说！清芷那丫头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懂什么？你们现在护着她，等她把补贴骗光跑了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我的天哪，这可是咱们全村的希望啊！清芷，这就是你护着的展品。这下好了，瓜王坏了，订单黄了，村里头的钱全打了水漂啊！我就说王大妈的话有道理，要是真有本事，至于连个瓜都护不住吗？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下午我路过试验田边上的小路时，正好撞到王大妈和李强从里面出来，他们嘴角都是西瓜汁。什么？你们吃瓜王了？那可是参展瓜王啊！你们这两个丧良心的东西！你个二柱子，满嘴喷什么粪？我们吃的是自己买的瓜，这破瓜烂了也是他宋清芷没本事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事到如今还在抵赖，等会儿就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出来。大家请看屏幕。把他们逐出族谱！这种害群之马，陆家寨容不下！都住手！打架能解决问题吗？现在最要紧的是明天的品瓜大会，那可是300万的订单，这要是全丢了，咱们村今年都得喝西北风。哟，这不是王家村的龙哥吗？宋小姐，瓜王梦碎了。明天的评瓜大会，你们陆家寨还有脸去吗？刘大龙，谁告诉你我们村就只有这一个瓜王？大伙儿听听，宋清莹是不是疯了？瓜都烂成泥了，还在这嘴硬。明天拿不出展品，看他怎么下台。就是，我早就说他脑子缺根筋儿。清芷，瓜王真没了，那明天的大会可咋整啊？放心吧，我早留好后手了。宋小姐，我是霍廷，你的农业数据我看过了。霍廷不错，那可是农业界响当当的大佬啊。明天品瓜大会要是能证明你的实力，咱们可以聊聊高端农业开发合作的事儿。霍总，合作没问题，我这就去省城，把大棚里的木箱运出来。啊，这会是……叔，地里装了防盗监控，今晚可得盯紧了。防盗网我都焊死了，只要有人靠近瓜田，警报就会响。放心，我亲自带人守着。妈，待会儿专挑那又大又圆的摘，只要偷出来卖给刘老板，咱们彩礼钱就有着落了。那还用你说？赶紧进去，趁着没人把那死丫头的瓜全搬空。
门里里外外上了7、8个锁，而且外面还加了一层铁丝网。宋清芷这个黑心肝的死丫头，防咱们跟防贼似的，占着咱们村的地，还真当成自己的家了。白跑一趟。谁在那儿？大半夜在试验田瞎转有啥？哎呦，是村长啊！别误会，别误会。王大妈，李强，这大半夜的，你们娘俩跑清芷的瓜田来干啥？这不是风大吗？我和强子起夜，大老远听见这边的网子呼啦啦响，怕是哪儿坏了，就特意跑过来想帮着修修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总不能看着瓜苗受冻不是？修网？拿着空麻袋来修网啊？这是拿来挡风的。行了，不管你们是来修网还是干别的，清芷的试验田现在是村里的重点保护项目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准靠近，赶紧回家睡觉。要是让我发现地里丢了东西，拿你们试问。是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宋清芷，给我出来！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李强，王大妈，你们一大早又想干啥？清芷姐去省城评瓜大会了，这儿不欢迎你们。去省城了？我看她是畏罪潜逃了吧？你看看我妈，昨天半夜我们好心路过，这破警报器呜哇一通乱叫，硬生生把我妈的心脏病给吓犯了。哎呦喂，我不活了啊！宋清芷那个黑心肝的，安的什么要命玩意儿啊！吓得我这一晚上心口疼的厉害，杀人了！王大妈，你这纯属倒打一耙啊！昨晚明明是你们想偷瓜，现在还有脸来要精神损失费？二珠子，你少在这儿放屁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偷瓜了？昨晚连村支书都说了，我们就是路过，懂不懂？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反正这警报器把我妈吓出病了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，怎么样？赔钱？我妈这心脏病，去医院检查、住院、买营养品，少说也得5万块。今天要是拿不出这5万块钱的精神损失费，你们这破瓜田儿谁也别想安生。5万？你们明明就是来抢钱的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都围在这儿干什么？村长啊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！昨晚村支书可是发了话的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。可是宋清芷那丫头不讲情面啊，弄个警报器把我往死里吓。我这把老骨头要是交代在这儿了，得让他给我披麻戴孝。你们娘俩还要不要脸？昨晚的事到底怎么回事？全村人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清芷去省城是为全村争取那300万的订单，你们不帮忙就算了，还在背后捅刀子，现在还敢来讹钱。王村长，你这话就不中听了。支书昨晚都说这事儿翻篇了，那现在就是一码归一码。我姑妈被吓病了，赔钱天经地义。你想干什么？放下东西！这可是村集体的试验田。集体的试验田，那就更得让我们进去看看了。刘大龙也承诺了，只要我能把这试验田里剩下的精品瓜全弄出来，我的彩礼钱就到手了。宋清芷那丫头鬼精鬼精的，说不定瞒着大伙在里面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二狗哥，既然他不肯赔钱，咱们就自己进去监督验收，看看这集体资产到底有没有被他私吞。你们敢？走，妈，咱们进去看看这死丫头到底搞什么鬼。这些全都是白花花的彩礼钱啊！强子，别愣着，快摘！能拿多少拿多少！王大妈，你们疯了吗？那些瓜还没熟，根本不能摘。没熟怎么了？老娘喜欢吃生瓜蛋子，不行吗？这是我们团队熬了无数个通宵才培育出来的改良品种啊！住手！你们这两个畜生，造孽啊！谁敢动？这是我们家讨要赔偿。谁多管闲事，我连他一块揍。妈，这几冷的瓜品相好，快装起来！大家伙看看啊，这地是咱们村的，瓜当然也是咱们的。宋清之凭什么一个人霸占？我这是在帮大家伙行使监督员。就是集体的东西，大家都有份儿。我不拿，别人也会拿。哼，我这叫物尽其用。
家快看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致命的雷呀！天哪！宋清芷居然在地里埋雷，他是想害死我们全村人啊！大家都看见了吧？这死丫头心肠太歹毒了，想把咱们村炸上天！大家跟我冲进去砸了他的瓜棚，为民除害啊！放你的狗屁！王大妈，你当大家伙都是没进城的土包子吗？这是人家清芷装的土壤湿度传感器，连着电脑看数据的。你家炸弹长这样？我就说嘛，清芷一个女大学生上哪儿弄炸弹去？王大妈这也是真敢编。为了讹钱，真是什么瞎话都敢往外扔，连这种高科技设备都敢拔，真是不要脸。那就算不是炸弹，那也是他弄警报吓我。滚！你们带着外村的二流子来砸咱们集体的试验田，这笔账还没跟你们算。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给我滚！二柱，带几个人把门重新焊死。哼，今晚加派人手，谁再敢靠近瓜田半步，直接打断腿。王媒婆，是我强子，定亲的事儿。强子，我也兜不住了。女方家发了最后通牒，明天中午12点前，55万的彩礼必须一分不少的打进账户。要是没见着钱，这婚事儿当场作废。别呀，婶子，咱们不是说好先给20万吗？这突然改口，我上哪儿一夜弄50多万去？上哪儿弄我管不着，人家姑娘才22，你都快30了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没这55万斗底，凭什么把闺女嫁过来受苦？我话带到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啊！咋了55万，明天中午拿不出来，我这辈子就打光棍了。妈，我今年30了，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这女方家是卖女儿吗？咱们家哪有那么多钱？没钱就去弄钱。白天咱们只砸了外围，最核心那个大棚里的精品瓜，咱们还没碰。可白天刚闹过，村长派人把门焊死了，晚上肯定有人盯着啊！晚上村里一片黑，巡逻的肯定也偷懒睡觉去了。咱们直接把网锯开，只要把瓜弄出来，明天我就是有老婆的人了。妈，你到底想不想抱孙子啊？想，做梦都想。快，根本不管瓜熟没熟，专挑最圆的摘。这些都是钱啊，带不走的废品，老子全给你踩烂！你也别想留着卖钱。强子，这管子绊脚，碍事就给他断了。搞成干旱绝收的样子，看他明天怎么哭。宋总，他们正在大面积破坏设备，让他们砸。切断的主管线价值3万，毁坏的精品瓜苗预估损失12万。等他们把罪证装满，等涉案金额超过立案温坎的最高限度，发财了！妈，明天一早交货，彩礼钱就够了。快走快走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别动，把东西放下。村长，李强、王大妈，白天闹事不够，晚上竟然带电锯来偷，你们这是要挖断全村的根呐！抓住这2个贼，白眼狼不能放过他们！杀人了！村妇带头打人了！我们没偷，这瓜是我们在路边捡的。放屁！证据都在这儿！别碰我的钱！二柱哥受伤了，敢动刀子，给我绑了！放开我！我要告你们动用私刑！把他们扭送到村口的大树下绑着，让全村人都看看这对败类的下场。明早送派出所。妈，快跑！龙哥，瓜我们摘了，可是被扣了。你借我50万彩礼钱，我保证以后全还你。50万？你当老子是做慈善的？瓜没弄出来，还被人绑起来。李强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！滚开！龙哥，你相信我，连个瓜都偷不到的废物，还想娶媳妇儿？强子，咱们咋办啊？都是宋清玉害的，他不是牛吗？我干脆把他的家底全砸了！砸家？对，
把门砸烂，把墙拆了。我不信他家里翻不出50万。既然他让我活不成，那大家都别活了。不好了，绑在树上的李强和王大妈跑了，绳子都磨断了。宋清旨，你毁我婚事，断我财路，今天老子就拆了你的家底儿！砸，用力砸，砸烂了卖砖卖瓦，也要把50万的彩礼钱凑出来！这两个疯子，抓活的！站住！都别过去！村长，他们都跑了，又回来砸家了，还不抓？青芝在监控里看到了，他们现在手里有凶器，完全是不要命的疯狗，没必要为了他们伤了咱们自己人。那难道就看着他们砸？对，看着他们砸。青雨说了，把手机都掏出来录像，砸得越狠，进去蹲的年数就越长。警察已经在路上了，我绝对不放过你！进屋，找值钱的！小贱人，我让你穿，我让你赚300万！妈，看这个，什么破烂玩意儿？外面的瓜苗也全给我拔了！怎么？昨晚不是挺能耐吗？今天全成哑巴了？这叫欠债还钱。他宋清源欠我媳妇儿彩礼，这房子现在就是我的。这椅子实木的，50块钱谁要？赶紧拿走！这废铁也值100块。今天这院子里的东西，谁给钱谁拿走。我还要把这地基给他刨了。李强，王大妈，砸的还开心吗？宋清旨，定制防爆肛门，造价12000，实木衣柜及当季衣物25000。索尼85寸电视、冰箱及红木家具，估值68000。哦，对了，李强，你刚才踩碎的那块怀表，是我父亲拍下的古董表，附带全球唯一鉴定证书，目前市价保守估计50万。放屁！一块破烂表怎么可能值50多万？你这是讹诈！吓唬你们，还没完呢。你们不是喜欢算账吗？看村口。第一项，恶意损毁参展瓜王，直接及违约风险损失40万元。第二项，今日凌晨破坏试验田管线及盗采瓜苗，损失20万元。第三项，入室打砸抢劫，含50万古董怀表，合计71万。第四项，王翠花女士侵吞村集体补贴11万5千元，已移交经侦。以上各项损失及非法所得，共计142万5千元整。140万啊！杀了我也拿不出来呀！这不可能！你们和我诈骗老子！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听见外面的声音了吗？宋清旨，你会后悔的！清旨，我错了，我不要彩礼了，我不想坐牢啊！我给过你们无数次收手的机会，既然选择了暴力，那就进去吧。各位评委，这是我们王家村培育的1号，无论是个头、皮色还是糖度，绝对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瓜王。确实很甜，不过这甜味似乎有点太冲了。哈哈哈哈！专家，现在的市场就喜欢甜的，越甜越好卖嘛。
各位评委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在评选最终的瓜王之前，我要实名举报一个人。我要举报陆家寨合作社的宋清之，他弄虚作假，企图用劣质西瓜欺骗大会，欺骗那300万的采购订单。这位代表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在省城大会上举报是需要证据的。我当然有证据。大家看，这是他们陆家寨自己培育的瓜，因为内部腐烂，昨天下午已经被他们自己人给砸了，全村人都看见了。既然参展的瓜昨天就烂了，那请问宋经理，你今天带到现场来的这个神秘木箱里装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告诉大家，他今天带来的瓜是昨晚连夜从外面买的普通西瓜，为了充数，他往里面注射了高浓度的糖水和甜蜜素。这种造假的毒西瓜要是流入市场，那是要出人命的。啊？什么？注射糖水？这太恶劣了吧！取消他的参赛资格，严查陆家寨。宋清直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宋家之啊，你现在自己滚出去，还能给自己留点体面？刘大龙，表演完了吗？你少在这装蒜！有本事你把箱子打开，让评委验验你的糖水。安德，鲜红绸。好，宋代表有魄力，上仪器。小李，鲜红绸。是，宋总。这品相绝了！虚有其表，个头大有什么用？里面全是糖水。切开。好香啊！这味道感觉像小时候井水里冰镇过的西瓜味儿，不可能有假。注射糖水的瓜绝对没有这种自然的清香。绝了，绝了！沙瓤脆甜之水在口腔里爆开，甜度极高，但甜而不腻。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西瓜。不可能，他收买评委了！上仪器测糖水。测。天哪，16.8的自然糖度，这是怎么种出来的？毫无添加，纯天然的特级品，这才是真正的瓜王啊！刚才那个姓刘的，纯粹是极度造谣啊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昨天明明都砸碎了。刘大龙，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为什么还能拿出这么完美的展品？因为你和王大妈砸碎的那个，只不过是我为了掩人耳目，用来吸引你们这些老鼠的诱饵。真正的瓜王一直在这个恒温箱里。你一开始就算计好了？对付你们这种阴沟里的老鼠，防是防不住的，只能让你们自己把底牌打空。各位评委，既然仪器都在这儿，不如顺便测一测刘大龙代表的瓜吧。我刚才在台下闻到，他那个瓜的甜味似乎有些刺鼻吗？不许测，这是我们村的机密，不许测！保安，拉住他，当场取样检测。好啊，原来你才是那个造假的！做贼喊捉贼，用这种毒西瓜害人，报警抓他！滚下去！不要脸的奸商！误会，这是误会啊！这瓜不是我种的，是我收来的。宋经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品质远超我们总部的预期。300万的长期独家供应合同，我已经签好字了，只要您点头，预付款100万，今天下午就打到陆家寨合作社的账上。合作愉快，张总。合作愉快。宋清之女士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你刚才在台上的反击很漂亮。霍总过奖了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只是笑话。哼，300万的订单对陆家寨来说或许是救命钱，但对我而言太小了，配不上你的手段和你的技术。宋小姐，我看中了你的独家农业专利，有没有兴趣接下我名下的3个亿的高端有机农业开发项目？这是平等的商业利益交换。霍总的3个亿，是买断我的人，还是投资陆家寨的地？有什么区别吗？
区别很大。陆家寨是我的根，也是我的底线。如果是买断，对不起，我拒绝。如果是投资合作，只要能让我村里的老百姓致富，我接。哼哼，很好。我霍廷最不缺的就是钱，缺的正是宋小姐这份守得住底线的傲骨。项目书明早会送到你的办公桌上，期待我们的正式合作。收队，回村。宋总，刚才派出所那边打来电话了，王大妈和李强因为涉嫌故意毁坏公务财产、寻衅滋事，已经被带进去了。律师也已经把142万的索赔清单正式递交给了法院，并申请冻结了他们名下的宅基地和所有资产。还有一件事，村长说，虽然警察把人抓了，但按照咱们村的规矩，这种欺师灭祖、祸害全村的行为，必须要在宗族祠堂里进行公审除名。村长问您，这事儿怎么处理？在农村，坐牢或许只是丢人，但被宗族祠堂公开除名，从族谱上划掉，那才是真正的斩草除根，生不如死，连死后都进不了祖坟。告诉村长，警察管的是法，宗族管的是根。既然他们把事做绝了，那我就亲自回去送他们上路。好，进去。我不进村委会！你们这是要逼死人啊！王翠花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赶紧配合执法！丢人？我连命都要没了，我还怕丢人？王建国，你少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前年村里修水渠那几包水泥去哪儿了？还有老李头，你家孙子打坏了村里的拖拉机，是谁帮着遮掩的？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我胡说！你们今天要是敢查封我的房子，敢在村委审我，我就把这村里家家户户的丑事儿全抖搂给警察听，大家一块儿完蛋！对，你们谁底子干净？今天谁敢动我们家的房子，我李强子就算进去蹲几年，出来也要半夜点你们的柴火糖！无赖，真是无赖呀！王大妈，拿村里几包水泥的旧账来威胁人，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了。宋清直，你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省城最大连锁超市的独家供应合同，愿付款100万，今天下午已经打进了村集体合作社的对空账户。这是律师出具的索赔清算单。今天不仅是警察来指认现场，更是我代表陆家寨来跟你们清算总账。张总，麻烦您现场公布一下评估结果，也好让他们死个明白。经过对李强和王翠花名下所有资产的紧急摸排和市场估值，其名下一处宅基地及自建房估值75万，3亩自留地使用权折现估值15万，2人银行账户内所有存款及理财共计22万5千元，所有资产变现合计112万5千元整，距离142万5千元的赔偿总额还差30万。什么？我家的房子怎么可能只欠75万？我的卡里的钱是我留着养老的，你们不能动！按法律程序，你们的资产已经被申请冻结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签欠条，2个月后等法院判了，直接强制拍卖你们的房子。到时候你们不仅娶不到媳妇儿，还要去坐牢，出来以后还得背着30万的债当一辈子的老赖。我活不成了，你们也别想好过！拦住他！找死！宋清直，你逼死我！
我就砸了全村人的饭碗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孽障，敢动集体的名册！放开我！我跟你们拼了！把他摁死了！敢在村委动凶去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！各位村委、村长、乡亲们，法律的账，警察和法院已经算清楚了。现在该召开村集体代表大会，表决将王大妈和李强从集体分红名单与合作社中永久开除。开全体大会，请分红名册。不要！村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您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千万别除名啊！除名了，我们连活路都没了。强子他还得娶媳妇儿啊！青芷，姑奶奶，你饶了我们吧！房子我不要了，钱我也不要了，求你跟村长说说，别把我们赶出村啊！现在知道怕了？你们啃食全村人希望的时候，没怕过。你们拿电锯断全村人活路的时候没怕过，你们拿大锤砸烂我父亲遗物的时候更没怕过。我说过，你们的末日才刚刚开始。村长，除名。各位乡亲，省城连锁超市的100万预付款刚刚已经一分不少的打入了咱们的对公账户。先别急着高兴，从今天起，陆家寨不仅要分钱，更要重组。从今天起，陆家寨的所有土地和产出纳入公司化管理，我们按劳分配，按贡献持股。宋总，那这股份具体咋个分法？赵二柱，到。昨晚偷瓜贼摸进地里的时候，你冲在最前面，还被划了一刀。从今天起，你直接升任公司的安保主管，纳入核心员工名单，除了基本工资，年底利润单独提成5%。谢谢宋丫头，以后谁敢动咱们的瓜田，我赵二柱第一个跟他拼命。那可是300万订单的5%啊，这可是一笔巨款。至于那些在村里遇到难关时只顾着自己保本，甚至跟着外人一起踩村子一脚的人，公司念旧情，不赶你们走，但你们只能拿最基础的底薪和最低档的保底分红。想多拿钱，用你们以后的表现来换。慢着，青芷丫头，你这规矩立得不合规矩吧？七叔公，哪里不合规矩？哼，这地是咱们陆家寨祖祖辈辈留下来的，那100万预付款是集体的钱，咱们村500口人理应按人头平分，1人2000。你凭啥一个人独吞大头？还在这里搞什么3、6、9等的股份？就是，你个女娃娃赚了钱就六亲不认了？长辈还没发话，轮得到你定规矩？小李，平分。七叔公，当初王翠花带人打砸瓜田的时候，您怎么不站出来按辈分平分一下保护责任？我借钱买种子、跑渠道、熬夜做数据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儿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你长辈。在这里，我是老板，这是商业运作，不是过年发压岁钱。我带来的专利技术和销售渠道创造了这300万的价值，所以我的规矩就是这片地的规矩。不想干的，觉得委屈的，现在就可以签退股协议，拿着你们的地，退出合作社，现在就走人。看看你们自己种的大白菜，能不能卖出300万？宋总，借一步说话。林特助，出什么事了？3亿的投资合同有问题。宋总，合同可能要暂缓了。我们刚刚得到内部消息，省城最大的农业垄断巨头绿源集团盯上了您的01号瓜王专利。绿源集团，我跟他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但在省城的农业圈，他们就是天。绿源集团放出了话，要求陆家寨以区200万的价格
把瓜王的独家专利彻底贱卖给他们。我要是不卖呢？他们说了，如果不卖，从明天日出开始，绿源将动用所有资源，全面切断陆家寨所有的冷链流运输路线，并且封杀你们下一季必须的高端肥料供应链。宋总，他们这是要把陆家寨的瓜活活困死在村里啊！谁是宋清志？让他出来见我。绿源集团的动作比我预想中来的要晚半个小时。怎么，200万买断我专利的霸王条款带过来了吗？你早就知道我们要来，既然认识我赵天彪，还知道我的底线，看来宋小姐在省城也是有点眼线的。既然宋小姐是个明白人，那我就不废话了。200万买断你们01号瓜王的独家专利和所有核心培育数据，签了字，这钱马上打到你们村的账上。放你娘的屁！我们光是一个超市的预付款就100万了，你拿200万就想买断专利，想白嫖啊！闭嘴！这里有你个泥腿子说话的份吗？如果我不签呢？不签？宋小姐，你可能还不知道省城的规矩，在这1亩3品地上，只要我绿源集团不点头，你们陆家寨的瓜就算长成了金子，也烂在地里运不出去半个。不怕告诉你，省城所有的冷链物流车，谁敢接你的单，谁就得在行业里关门大吉。要么拿200万走人，要么我让你那300万的订单变成一堆烂泥，你自己选。我的选择是带着你的垃圾滚出陆家寨，回去转告你们董事长，陆家寨的地盘还轮不到你们绿源来撒野。好，好得很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宋清直，咱们走着瞧，我倒要看看，路都断了，哼，你这几万斤的瓜，难道还能插上翅膀飞出去不成？这可咋办啊？没有冷电车，咱们的瓜摘下来，放不过3天就得全坏了呀！清直，绿源集团可是大资本，咱们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！宋总，咱们怎么办？需要报警吗？报警走流程太慢，黄花菜都凉了，超市的订单就会直接违约。都给我安静！他们以为堵住了地面的路，就能把我们逼死。昨晚林特明通知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做好了预案。二柱，带上全村的劳动力，立刻下地，按最高标准采摘装箱。小李，去把我办公桌上那份仙道家的战略合作协议拿出来，准备开启全网直播。仙道家？宋总，您说的是全国最大的那个生鲜电商直营平台？您什么时候跟他们搭上线的？昨晚霍总出面，连夜敲定的。地面走不通，那我们就走天上。各位媒体朋友，近期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标榜瓜王的3岛黑白农产品。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，我们绿源集团联合省内各大物流商超，正式对存在严重隐患陆家寨合作实施全行业抵制。快看热搜，全网第1了！陆家寨在开全网直播，而且是联合了国内最大的电商平台。什么情况？赵总，您快看，宋清子她没被困死。各位网友，大家上午好。今天我不仅要向大家展示陆家寨的顶级农产品，更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。从今天起，陆家寨正式与仙道家达成产地直达独家战略合作。我们的瓜不仅要卖出省，更要
迈向全国。虚张声势，你就算签了联合国，你的瓜也运不出来。我操！直升机拉西瓜，这牌面逆天了，这叫降维打击。陆家寨的货，今天全部走空运。下单，我要吃直升机送来的瓜王。赵总，请问绿源集团的地面封锁是不是成了一个笑话？请问贵公司涉嫌恶意垄断打压农户，对此您作何解释？宋清直，你敢耍我？给我封杀！给空谷局打电话，查他们的航线，把他给我打下来！董事长，您听我说，那个宋清思，你这个没脑子的蠢货，你到底惹了哪尊杀神？董事长，怎么了？就在刚才，京城的霍爷亲自放话了。银行抽贷，合作商集体解约，我们绿源的资金链全断了，公司要破产了。你现在立刻去给宋清直磕头认错，求他让霍爷收手，否则老子让你在省城彻底消失。霍爷？哪个霍爷？难道是京城那个？外围的垃圾我已经帮你扫干净了，绿源集团的资金链已断，活不过今晚。多谢霍总出手。不过，就算你不动他们的资金链，借着这次全网直播的舆论风暴，我也能扒下绿源一层皮。我相信你的实力，宋总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准备好迎接属于你的农业帝国了吗？货已发出，全网爆单，陆家寨起飞！宋总，说到做到，首期1亿的启动资金已经全部打入贵公司账户，这是股权确认书。1个亿啊！我的老天爷，咱们陆家寨这回是真的要一飞冲天了！各位乡亲，今天青芷农业科技集团正式挂牌成立。我答应过大家，只要敢干，我绝不亏待任何一个人。赵二柱，到！从今天起，你正式出任集团安保与物流部总监，以后跟着我，好好干。谢谢宋总，我赵二柱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。哎，大伙儿听说了吗？咋了，老张？省城那边又爆单了？不是，是王大妈和李强那对母子。我昨天去省城码头卸货，你们猜我看见啥了？那对母子被法院强制执行赶出村，借了高利贷还不上，李强偷东西被打残了。现在王大妈只能捡烂菜叶子养他，两人睡在桥洞里，那叫一个惨啊！哦，活该呗。行了，老张，赶紧领分红去吧，下午还有2万单的货要发呢，谁有空管那种垃圾的死活？就是，替他们都嫌晦气。走走走，领钱去。宋总，截至目前，我们的高端农产品全网销售额已经突破5000万。另外，刚才底下人闲聊，说李强和王翠花在码头。小李，我们的年度营收目标是多少？10个亿。以后这种底层的垃圾新闻，不用再向我汇报。我的时间很贵，不应该浪费在他们身上。陆家寨的盘子，对你来说还是太小了。京城4大资本的联名并购案，没错，他们正准备联手垄断全国的有机农业和核心种子库。他们比刘大龙狠毒1万倍，手段也更下糟。陆家寨只是试炼场，宋总，敢不敢跟我去京城斗一斗？有何不敢？恭喜青芷农业科技集团正式挂牌上市。宋董，请问您的公司上市后身价直逼100亿，您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？
赚到了钱，自然要回馈这片土地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青芷集团将拿出10个亿，成立陆家寨助学基金，用于改善全国偏远农村的教育问题，绝不让贫穷限制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宋董，京城那边的并购站已经打响了，我们的航班1小时后起飞。知道了。在看什么？在看我打下的江山。